苗博雅跑去酸黄国昌，阿北很可怜，这个是黄国昌出来这样子的司法迫害，我完全不能接受。那个同情票不就哗掉进去了吗？竟然把黄国昌没刮胡子作为3立节目上的大标，两个人整场各种嘲弄人家留胡子是因为在智商。苗博雅怎么回？即使言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讲话伤到人，我诚恳道歉。我是在2号的时候评论，不知黄老先生先是纯就公理运事件评论黄国昌立委。你在攻他小啊？照他这个说法，就是我在公里面嘲讽黄国昌的个人外貌的打理是合理的。苗博雅为什么会翻到阴沟里去？想要刷流量嘛，想靠流量选举，结果黄国昌回答不必回绿色侧翼。你做一个议员被黄国昌怼成侧翼，说真的有够丢脸，水准之差，还想选台北市长，什么咖啊？这很可笑。但你想哦，因为这几个本来就侧翼出身，这叫侧翼大集合啊。Nice。呱吉邱威姐在社群上面写，柯文哲在赖清德负伤的时候说最好去他家开直播，黄国昌则真希望他是为了人民掉泪。大家说不是吧？赖清德他老爸不是在他小时候就挂了吗？黄国昌根本就没出生。呱吉照这个也要杠。如果你正当评论，你有凭有据，大家也不会讲什么。但是你看像呱吉这些网红哦，你要胜可以，但是那你测到翻车，哇，那奇迹了。而且绿营也会觉得尴尬，因为你跟绿营太 close， 所以你当你翻车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整个绿营翻车。所以我觉得呱吉的话哈，大家就看个笑话就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苗博雅他跑去酸黄国昌。你知道有很多平常没在看新闻的人，他会觉得说阿北的政治案件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关注的司法案件。有，所以呢，第一个关注说阿北很可怜，这个是黄国昌出来这样子的司法迫害，我完全不能接受。阿北很坚强，大家一起要跟他坚强，那这个同情票不就哗掉进去了吗？竟然把黄国昌没刮胡子作为3立电视节目上面的一个大标，叫黄国昌满脸胡渣。昨天情绪非常浓厚，质疑黄国昌。然后这两个人笑得合不拢嘴啊，两个人整场各种嘲弄，各种侧翼啊，就跟苗博雅一样。黄国昌一早洗头却没刮胡子，真的很会演。黄国昌后来隔了1天之后发了一个舞，大家还知道原来黄国昌的爸爸过世了。可是你看到的是民进党这些人，你看到李正皓这些人，你看这些青鸟仔，这一些侧翼们，他们在干嘛？在竭尽嘲讽之能事攻击黄国昌。他不刮胡子又怎么样？难道他没有不刮胡子的权利吗？为了能够嘲讽柯文哲，为了能够有收视率，到底还有多少下三滥，人品极其卑劣啊！你看哦，苗博雅怎么回的哦？即使言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讲话伤到人，我诚恳道歉。他说他忙了一整天家事，打开手机发现黄国昌公布负伤消息哦。哎呀，我的外婆啊刚往生啊，对任何人至亲的先世感同身受，祝黄老先生功德圆满，往极乐。我是在2号的时候评论，不知黄老先生先世纯就公理运事件柯文哲涉弊案的反应，评论黄国昌立委对黄立委的私事一无知悉，在4号公布之后造成无法预测的分析，确有不妥。你在攻他小啊？苗博雅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今天黄国昌的爸爸没有过世的话，你也可以去评论黄国昌没有刮胡子，然后黄国昌有没有洗头，这是公领域吗？什么叫公领域？黄国昌不刮胡子叫公领域，黄国昌不洗头叫公领域吗？为什么道歉？因为黄国昌爸爸死掉了，造成大家的纷扰，所以道歉。而且叫什么？什么叫言者无心？你嘲弄黄国昌的外貌打理状况，头洗干净也要笑，没刮胡子也要笑，有刮胡子也要笑，你写的可以笑？那开玩笑，那太夸张了一点啊！照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我在公领域评论嘲讽黄国昌的个人外貌的打理是合理的，而且可以的。而且我跟你讲哦，最可恶的点来了哦，话没讲好就认错，接受评论什么的，讲了一大堆什么政治理念不分人性党派啊，新政治要言行一致啊，不需要新政治，也不用跟人家比烂，本来政治就是你自己要负责的，干嘛一定要扯新政治？什么叫新政治？新政治叫做公开透明，就这么简单。结果呢，他还在什么？有些匿名侧翼网军刻意错字时序，让人误以为苗博雅明知黄老先生先逝啊，导致一步，对不对？还在甩锅，还在扯东扯西，有没有？所以被徐小新呛啊，说的好像黄复如果没有离世，你们嘲讽了黄委员卖貌很合理啊。所谓的新政治，当初也是抹黑或嘲弄我的穿着，真是谨慎不比烂，真的没改变。被呛爆，人家有没有留胡子关你屁事啊？一张憔悴的脸没剃胡子可以批动一整段节目，你苗大议员的水准真是佩服佩服。我讲直白了，今天为什么苗博雅还愿意道歉？想
想选台北市长嘛？你为什么会翻到阴沟里去？想要刷流量嘛？想刷流量，想靠流量选举。结果黄国昌怎么回答？这些人伤害的不是台湾民主，还在摧毁台湾社会最基本的良善。过了10年之后，才配合民进党再追杀柯文哲，出来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叫做司马昭之心啊！不必回绿色侧翼，水准之差哦，还想选台北市长？你什么咖啊你？谁不知道你苗博雅靠的是什么？当年被人家酸以童养苗，还不是我酸的。这以童养苗不是我给你取的啊，是你们同志圈里面对你的不爽啊！什么叫以童养苗？表面上关心同志议题啊，实质上都在壮大他自己啊，收割同志选票。那为什么苗博雅会做到这种程度？他靠的就是这种网路去刷流量起家的嘛，有没有？哇，你看隔壁棚这抖内分分钟进来，什么叫情绪价值？这就情绪价值。到现在还在骂黄国昌，你自己看他聊天室，然后你看哦，被乡民酸爆，垃圾民进党有够恶心，疯狗咬你难道咬回去吗？笑死！之前还叫人认错，格局高下立判，连执照都没有垃圾，不要越级打怪好吗？你要整天跟侧翼鬼混，被当成同挂也没有办法。你看哦，堂堂一个议员被黄国昌怼成侧翼啊，这很可笑。但你想哦，因为这几个本来就侧翼出身，吴峥事实上也搞侧翼出身，苗博雅也搞侧翼出身，林亮君也是搞侧翼出身，这叫侧翼大集合啊！呱吉邱威杰也翻车，在社群上面写了一个柯文哲在赖清德负伤的时候说最好去他家开直播，让他哭更大声。黄国昌则真希望他是为了人民掉泪。我不是说大家都这样子所以没关系，我们都不应该说这种没人性的话，请睁大眼睛支持不恶言的好人，谢谢。然后大家说不是吧，赖清德不是他老爸在他小时候就挂了吗？柯文哲会不会讲不知道，但是黄国昌还没出生的事情怎么可能？60几年前就过世的人，对啊，然后你硬要带到，就算柯文哲出生，柯文哲现在68岁、67、68岁左右，对，人家当年可能也才7、8岁而已。然后黄国昌根本就没出生，这是黄国昌出生之前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被 PTT 整个酸爆了。呱吉照这个也要干嘛？有意义吗？这很智障。如果你正当评论，你有凭有据，大家也不会讲什么。其实绿营也是有些他们是抓着有凭有据提出来做比较四平八稳的评论，那大家也不会去矛头对向他。但是你看像呱吉这些网红那我标准会比较低一点。你要想一个网红他的心态是什么？他要有流量，蹭，他就是要蹭。但是你要蹭可以，那你蹭到翻车，哇，那奇迹了。而且重点是他蹭了之后，其实绿营也会觉得尴尬，因为你跟绿营太 close 了嘛。所以当你翻车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整个绿营翻车。这件事情在 PTT 超夸张的，留言超可怕多刷都刷不完。所以我觉得呱吉的话大家就看个笑话就好。